10年前，陈伟霆演张启山，大家记住的是军装、身形，还有他一走进来，周围人自然就会安静下来的佛爷气场。现在九门已经演到大结局，那我们熟悉的张启山回来了吗？如果只是重新穿上军装，把10年前的眼神和动作再演一遍，这场回归最多只能算一次情怀重现。在九门剧集里，10年后的张启山依然很强，能压住场面，可他身上究竟哪里变了？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压不住自己的时候，被恶鬼侵入之后，陈伟霆没有立刻用夸张的表情告诉观众，张启山已经变了。他的身体依然绷着，脸上的动作很少，可眼神先失去焦点，随后重新寻找目标。外面的张启山还在维持平静，身体里的另一股力量已经开始抢走控制权。这场戏让张启山第一次不只像一个掌控局面的人。10年前大家记住的是他如何镇住别人，到了九门，陈伟霆开始要演一个连自己都可能镇不住的人，但只有一场恶鬼上身，还不足以说明这个角色真的走出了10年前。失控毕竟来自剧情设定，换一个演员同样要完成被侵入的反应。接下来要看的是这种不确定有没有继续留在张启山身上。九门开场没有急着改变他，面对401部队离奇失踪，张启山进入医院调查时，还是大家熟悉的处理方式，他不会先把情绪放在脸上，而是看人看环境，再判断对方的话里藏了什么。进入地下空间，他拿着手电筒逐一查看，不急着给结论。遇到危险时，身体的重心始终稳定，动作干净，很少出现多余的慌乱。这种稳定才是佛爷气场能够成立的基础。它不完全来自军装，更不只是陈伟霆把背挺直，把眼神压低。很多时候，张启山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周围的人却在等他的反应。镜头和人物调度把他放在中心位置，陈伟霆再用较慢的反应速度守住这个位置。别人先急，他后动，别人还在猜，他已经开始观察下一步。因此，九门并没有推翻旧版张启山，他先让观众确认这个人依然习惯控制局面，后面的异常才会产生反差。如果张启山从开场就慌乱犹豫，那么被恶鬼侵入只是一场普通的失控戏。恰恰因为他前面一直稳，观众才会注意到那一刻眼神里的空白。陈伟霆处理这段变化时，没有让表情和身体同时失控，眼神先变，反应开始迟缓，脸上的平静却还没有完全消失。你会感觉到张启山仍想把身体留在自己的控制里，可某些反应已经不再听他的安排。这和单纯瞪眼发狠不一样，演得太满，张启山会瞬间变成另一个人；演得太轻，观众又看不出危险已经进入身体。陈伟霆选择把变化压在眼神和反应节奏里，让两个状态短暂的留在同一张脸上。熟悉的强势没有消失，却第一次变得不可靠。这个变化随后被吴老狗继续放大。吴老狗不是一个只会站在旁边听命令的人，他掌握线索，有自己的判断，对张启山同样保留怀疑。张启山需要他，却无法保证他会完全服从。这让两个人的对手戏不可能只有佛爷下令，其他人照办。张启山逼问吴老狗夫人的下落时，开头依然带着压迫感，他要答案，语气和距离都在迫使对方先退一步。可听到解释之后，陈伟霆没有立刻让人物软下来，他先收住原本的杀气，再重新判断眼前这个人是否可信。变化很短，却很重要。张启山可以压住吴老狗，却不能只靠压住他解决问题。两个人一旦进入合作，他就要在防备、利用和信任之间不断调整。这正是九门给张启山增加的一层难题。10年前他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强者如何进入一个房间，接管一场危机。现在危机开始从外面进入他自己，也进入他与其他人的关系。他依然可以下命令，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按照他的判断行动。他仍然站在九门之首的位置，却要面对吴老狗的抵抗、401部队的失踪，以及九门内部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。面对吴铁时，张启山可以迅速做出强硬决定。那个时刻他还是布防官，必须先控制风险。可九门没有把这种果断写成永远正确。新的信息出现后，他要重新衡量先前的判断。陈伟霆没有让张启山用一大段台词解释心理的变化，更多时候只是眼神里的杀气收回去一点，语气慢下来，下一步行动随之改变。这让张启山的稳有了新的含义。以前的稳更接近一个传奇人物的锋利，他似乎总比别人早一步知道该做什么，
观众只需要等待他解决问题。到了九门，稳逐渐变成一种不能松开的状态，因为他身后不只有自己，401部队九门之间的关系，还有长沙的安危，都要求他继续站在那里，即便判断出现偏差，即便身体被侵入，他仍要尽快把主动权拿回来。陈伟霆要把握的是让这些新处境发生之后，观众依然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张启山，他没有为了突出变化突然丢掉原来的动作习惯。张启山被侵入时仍然本能的想控制身体，面对吴老狗的抵抗，他会调整判断，却不会马上放下九门之首的位置。局面出现裂缝，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怎样把事情压回可控范围，这才让新旧两版之间没有明显断层。2016年的老九门和现在的九门给张启山的任务并不相同，旧版要先建立一个传奇人物，军装点天灯果断出手，以及他在九门中的位置，都在帮助观众记住张大佛爷这个符号。续集不需要从头解释他是谁，观众已经认识他，甚至比剧中的很多人物更熟悉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继续重复强势只会让张启山停留在记忆里，九门必须给他增加新的记忆点，让他被侵入，让他的判断遇到阻力，让他发现身份和权力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。陈伟霆不仅要保留原来的外壳，还得把这些裂缝放进去。这也是为什么10年后的张启山看起来依然熟悉，感受却完全不相同。军装还在，站姿没有变，压低声音时依然能让场面安静下来。可当他短暂失去控制，当吴老狗不按他的计划行动，当一个决定可能带来更大的代价，那份气场就不再只是这个人很强。我们开始记住他为什么必须强，不是因为张启山不会害怕，不会动摇，也不是因为他永远知道正确答案，他只是处在一个不能轻易暴露慌乱的位置。所谓佛爷气场，到了这里才有了气场之外的东西，他不再只让别人看见他产生压迫感，还包括如何一次次把松动的自己重新稳住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陈伟霆10年后再演张启山，究竟给这个角色增加了什么？答案不是更挺拔的军装，也不只是比10年前更神稳，是他保留了观众熟悉的强势和控制力，又让这份控制出现裂缝。比如他要与身体争夺主动权，又介绍有人不会完全服从，更要承担判断可能出错的代价。10年前的张启山让观众记住了一个传奇人物，10年后的张启山让人看见传奇人物维持不倒的过程。这就是他没有只停在10年前佛爷气场里的地方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更喜欢10年前那个锋利、强势，仿佛永远掌控局面的张启山，还是九门里这个开始显露裂缝，却仍要把自己重新稳住的张启山？谢谢观看，下期见。